来到电台，我是 Eric。视频开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增肌的过程中，你最多能接受自己的体脂率涨到多少？10%、15%、20%还是无所谓啊？之前很多朋友想了解脏增肌和干净增肌，今天我就是来填坑的。什么是脏增肌？什么是干净增肌？这里的干净和脏，并不是说你今天去训练之前脸有没有洗干净健身房的哑铃、杠铃有没有擦了增量，而是指你在增肌的过程中的一种饮食策略。所谓的干净，指的是你在增肌的过程中非常明确自己的营养摄入量，并根据3大宏观营养素的这个需求，制定了科学的饮食方案比如说碳水化合物、脂肪各摄入多少，蛋白质摄入多少等等等等最关键的就是每日的热量盈余尽量控制在500大卡以内打个比方如果说小明的每日消耗为2000大卡，那他就至多摄入2500大卡；如果是3000大卡，那就至多摄入3500大卡当然这个500只是个参考多点少点影响也不太大。而相反，脏增肌就不用顾虑这么多了为了尽可能的放大增肌的收益和加快进度有的人会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完全释放自己的食欲，逮着啥吃啥，什么汉堡、薯条、披萨薯片、火锅、辣条、烧烤、冰淇淋、自助餐，只要是高热量，那就只管往嘴里塞，而不用像这个干净增肌，对食物的做法和食材还会有所讲究。所以脏增肌的一大特点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一天究竟吃了多少到肚子里也许总热量早就超过了干净增肌的500大卡的阈值也有可能是1000大卡，也有可能是2000大卡。当然我并不太建议你这么干，而且这里面的一大部分很可能来自于不太健康的食物。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2种策略具体各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干净增肌需要你具备一点点运动营养相关的这个知识，不需要特别精通，大致有个了解就行。比如说自己的基础代谢、日均总消耗碳水和脂肪各吃多少蛋白质吃多少至少1.5到2克每千克体重得吃到，对吧？以及我们需要知道每种食材所含这个营养素的大致含量，比如说一个50克的鸡蛋里面究竟含有多少蛋白质，100克的生米中有多少克的这个碳水等等知道这些，我们就能按照自身的情况制定一套比较粗略的饮食方案了。但如果是脏增肌，就完全不用你制定这任何计划，只要嘴巴够大就行。也正是因为这个干净增肌有更为严格的饮食计划，所以需要你花费更多精力在这个挑选食材和制作食物上所以对于绝大多数996的群体来讲，还是有一定的执行难度的。而脏增肌执行难度不存在的，唯一的难点就是要在众多美食中艰难的选择这一顿到底该吃哪一个。通常来讲，只要在热量适当盈余的情况下，运动表现都会不错不会存在某些减脂过程中的这个力量下降训练热情减退等情况。但是因为脏增肌能摄入更多的热量单从我个人的主观感受来讲，会觉得有更强烈的这个训练欲望和面对大重量的积极心态。如果你属于这个体脂率较低、肌肉量较少的人群，脏增肌往往能带来更明显的这个体重增速，而干净增肌对于总体重的上涨则较为温和但也更为可控。出现了超出预期的一些问题，也容易及时纠正和调整计划。如果单看纯肌肉方面的增长的话，脏增肌会在短期内比干净增肌有更快的效果因为更多的热量一般来讲更容易推动体内合成代谢的进行，以及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在面对高强度训练的时候，身体状态和心态上会表现得更为积极某种程度上就会间接加快这个强度的进阶。但从长期来看，2种策略的差异并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也知道增肌的天花板更多是取决于你的基因，而不是某种特定的饮食。但是脏增肌有个最大的弊病，就是可能带来过多脂肪的累积体质过高还可能带来健康的问题这都源于它过大的热量盈余和这个较多的垃圾热量摄入。我们甚至看到很多职业健美者会在非赛季把自己喂成这个样子，然后在快到比赛前的2-3个月又减回这个样子，或者这个样子那是因为他们的训练重心和目标都集中在每年为数不多的几场或者是1场比赛上，所以非赛季的这个大幅偏偏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况且由于各种原因，他们也需要在非赛季以较为这个粗放的形式来维持和增长如此高的肌肉量。但是如果你对自己日常的体脂率以及外形比较在意的话，那面对脏增肌就得三思而后行了。此外，干净增肌需要对这个营养素和总热量有个较为清晰的把控，所以往往自己亲自下厨才能较好的执行计划。但这个口味嘛，很难说每个人都能拿捏得很到位，而且为了能长期坚持变着花的做，的确是有点力不从心，所以口味上肯定会打一点折扣。但是如果单从这个经济性上来讲的话，干净增肌的确更为划算虽然感觉买了很多昂贵的食材，各种红肉白肉五颜六色的瓜果蔬菜，
但是其实最后算下来价格并不会特别高。就比如说你买了1斤半最普通的这个新鲜牛肉吧，100块不到啊，还能做上好几顿。但是你光点那个披萨就快70-80了，如果真放开了吃啊，经济性上肯定不如这个干净增肌划算。综上所述啊，我更推荐这个干净增肌的方式。如果说你非要试一试脏增肌 ，OK， 如果你满足了以下几点的话，可以适当的进行一段时间。首先就是这个体重较轻啊，体重率较低，肌肉量较低，迫切想要增重的群体啊，对体脂率的上涨不太介意的人啊，同时你可以在饮食上有较大的开销。第4点啊，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身体健康，没有相关的疾病。如果你满足了以上4点，就在屏幕上打出你最喜欢的脏增肌食物。但是你说我既没有条件亲自制作这个干净增肌的食物，也不想脏增肌，那正常饮食就行了，适当提高这个蛋白质的摄入量，还可以通过这个蛋白粉来进行额外的补充。啊，另外我再提醒一点，严格来讲，脏增肌并不属于任何一种优质的饮食方案，只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特殊应对办法啊，并不太建议长期执行。虽然没有太多限制，但我还是建议大家在这个基础上做一点点的优化啊，一共4点。不浪费食物，不带来健康问题，尽量满足增肌期蛋白质的需求量，还有就是控制这个垃圾食物的比例。此外，如果体脂率上涨过多或者是过快，超出了自己预期的话，应当及时中断和调整计划。好，今天内容就到这儿，这里是 Eric 开聊电台，我是 Eric，咱们下期见。